朝鲜官方媒体周一报道称，朝鲜方面在刚过去的周六、周日成功进行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对于朝鲜在拜登政府上任后的第4次导弹发射活动，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朝鲜的举动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但分析认为，巡航导弹发射并不违反联合国对朝决议，属于低强度武力示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取得圆满成功。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沿着在朝鲜领土和领海上预定的椭圆及八字形飞行轨道，共飞行7580秒，而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界限的目标。总体而言，武器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朝中社说，远程巡航导弹是在完成朝鲜劳动党8大提出的国防科学发展及武器系统开发5年计划的重点目标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武器。过去2年来，成功进行了细节部分的试验，数十次的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各种不同的试飞、制导试验、战斗部威力试验等。报道称，这一武器系统的开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使朝鲜拥有能够更加坚定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的压制敌对势力的反朝军事活动的又一个有效遏制手段。根据朝方发布的导弹试射照片，该巡航导弹由发射车发射，其空中飞行的照片可以看出，该导弹的外形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非常相似。分析人士也纷纷猜测，朝鲜此次试射的巡航导弹是否具有搭载核战斗部的能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就认为，这将是朝鲜第一枚被明确指定为战略角色的巡航导弹，这是对具有核能力武器系统的常见委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同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之全日好一起观摩了导弹试射。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现场指导发射活动，也没有在导弹成功试射后表示祝贺。根据朝鲜媒体的公开报道，金正恩自2016年以来，现场视察了北极星1和北极星3潜射弹道导弹，以及北极星2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的试射活动，以及指导了火星14和火星15两型洲际导弹的试射。这些导弹在朝鲜方面看来都属于战略利器。这表明就是近期以来，那么朝鲜在这种对外示强方面其实是有所保留、有所克制。那么一方面呢是希望去宣示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力量，但另一方面呢也不希望就是说它的这种强硬招致这个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强力的这样一个打压或者是围堵。另一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一向对朝鲜各类导弹发射活动非常敏感的美日韩方面，无论是军方还是情报机构，都没有在朝方所宣称进行试射活动的2天公布监测到相关活动的信息。甚至有分析认为，朝鲜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使其拥有了在导弹预警雷达监测高度之下或监测范围周边飞行的能力。言下之意就是，美日韩方面并没有监测到此次试射活动。不过，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林胜利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拾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策略，不让朝鲜方面将相关活动作为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不排除是美日韩协商后主动进行了低调处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呢，此次试射是这种远程的这种巡航导弹，没有违反那么美国所推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制裁的这样一个决议，所以呢也不必要做出一些过激的这样一个反应。美军印太司令部事后发表声明称，美方已得知朝鲜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正在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并同伙伴国家密切磋商。朝鲜此举强调其继续致力于推进军事计划，并对邻国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美国对防御韩国和日本的承诺坚如磐石。今年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4次导弹发射活动，其中第1次是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2天后的1月22号，试射的也是巡航导弹。另外2次分别是3月21号的巡航导弹试射，以及3月25号进行的短程弹道导弹试射。而就在本周，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盛、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和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奎德将在日本东京举行朝核问题首席代表磋商，讨论重启朝核对话的方案。这是3国朝核问题首席代表时隔近3个月后再次会晤。
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那么应该说和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截然不同。那么他这种政策更像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不会轻易的与朝鲜进行一种高层次的零和的这样一个对话。那么这也使得这个朝鲜想去寻求和美国这种关系的改善，那么会缺少一些机会。另一方面，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今年以来多次发表谈话，谴责美韩联合军演使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危险。而针对韩国国防部月初发布的2022年至2026年国防中期计划，包含将相继研发和部署威力和精度大幅提升的地对地、舰对地等多款弹道导弹的内容，朝鲜外宣媒体回声周日的文章就批评韩国当局把对话与和平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在和平烟幕之下磨刀霍霍向同胞。而在本月1号，在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的主管下，韩国海军岛山安昌号潜艇首次非公开进行潜射弹道导弹水下试射，并取得成功。这标志着韩国事实上拥有了潜射弹道导弹，成为第8个突破这一战略性国防技术的国家。美国总统拜登5月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宣布，不再对韩国发展弹道导弹施加限制，试图通过这样的利益交换，把韩国绑上印太战略的轨道。由于此次朝鲜试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意味其可覆盖日本大部分地区，这也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援引航空自卫队前司令官永岩俊道的话称，该导弹的打击范围可以达到东京。永岩俊道还补充称，该导弹具有防区外打击能力，从战术层面来说是高效的导弹。巡航导弹虽然航速不快，但是因其具有超低空飞行能力，所以难以被雷达侦测到，对日本构成威胁。日本需要尽快解析该导弹的性能。事实上，日本一直通过渲染朝鲜导弹的所谓威胁，以达到配合右翼势力修宪，从而获得主动攻击、先发制人的能力。有分析就指出，由于决定日本下任首相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举行，长期鼓吹修宪的自民党势必不会放过这次炒作的机会。各候选人若借机释放对朝强硬的表态，对地区局势的稳定会带来负面影响。对于朝鲜的导弹试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朝中社今天表示，朝鲜周末成功地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验，您对此有何解读？我认为这次远程巡航导弹的成功试验，意味着朝鲜正在以打擦边球的方式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来发展自己的战略威慑能力。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仅仅是禁止朝鲜研发与试验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并没有明确禁止朝鲜研发巡航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朝中社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其保障国家安全、遏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挑衅的重要战略意义。这实际上是在向外界暗示，这次远程巡航导弹的成功试验，不仅可以丰富朝鲜军队打击与威慑敌人的手段，也就是除了弹道导弹之外，朝鲜还具备了巡航导弹的研发与生产能力，而且它未来是可以搭载核武器的。而在我看来，对于朝鲜成功试射远程巡航导弹感到最为担心的，应该还不是美国，而是跟朝鲜近在咫尺的日本与韩国。因为跟弹道导弹比起来，巡航导弹的射程与威慑力都要稍逊一筹，但是它的射程涵盖整个韩国以及日本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由于巡航导弹具有超低空飞行能力，难以被雷达所侦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试射巡航导弹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做出必要的反应，仅仅是在朝鲜方面主动对外公布之后，他们才回过神来。这就说明，对于这次试射，美日韩的反导系统有可能并没有侦察到。
而越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日本与韩国越是会头皮发麻，倒吸一口冷气。